在上世纪的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上，短短2个礼拜发生了超过12起的毒气事件。许多人都说自己闻到了甜甜的味道，并且开始窒息、呕吐、手脚麻痹、瘫痪。更有人说自己看到了一个恐怖的毒气怪人正在释放气体，试图控制小镇。那么，这个诡异的毒气怪人究竟是谁？当年的小镇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真实发生的毒气事件。然而，凶手却一直没有线索，有不少人为此还认为是小镇上发生了超自然现象。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看前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，让我们一起回到上世纪这个扑朔迷离的小镇当中吧。这个诡异的毒气事件始于1944年的8月31日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叫做马顿的小镇上。清晨时分，大家都在睡梦当中，在格兰特大街的一所房子里面，家中的男主人被一种奇怪的气味惊醒了，他感到头晕恶心，全身虚弱。妻子怀疑是家中的煤气泄漏了，试图起床去检查厨房的炉灶是不是在哪里出了故障。然而当他准备起身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部分瘫痪，无法下床。后来才知道，当天晚些时候，附近的一位年轻母亲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，女儿咳嗽声音吵醒了他，但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。第二天，也就是9月1日，第3起事件发生了。一个叫做科尔尼的女子报告说，在晚上11点左右，她闻到了一种奇怪的甜味。起初，她以为是窗外的花香，但很快，这种味道变得更浓烈。当她试图移动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腿。科尔尼惊慌失措，只能大喊大叫。她的呼叫声惊扰了邻居，他们赶来查看究竟。邻居同样也注意到这种气味，并确定是来自卧室窗户的方向。经过警方调查，没有发现任何入侵者的证据。根据科尔尼回忆，在凌晨12点半左右，她和丈夫回到家中，发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藏在其中的一间屋子的窗户附近。当意识到自己暴露了，那个人就逃跑了。丈夫并没有抓到他。科尔尼描述说，入侵者像是个流浪汉，个子很高，穿着深色的衣服，戴着紧身帽。不过事后，科尔尼称家中并没有少了什么东西，只是他的嘴唇跟喉咙有些灼烧感，可能就是毒气的副作用。随着这2个夜晚的事件流传开来，恐怖笼罩着整个马顿镇。人们一开始都怀疑是入室抢劫，先用毒气麻痹主人，方便作案。但当时的报纸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肆意渲染了这几起事件，一时间谣言四起。人们相信在暗处躲着一个毒气怪，那么它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只是为了制造恐慌吗？还是说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呢？在科尔尼事件之后的几天里，又陆续发生了4起类似的毒气入侵事件。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受害者能够清楚地描述黑衣人的细节，而且在事发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每起案件都惊人的相似，受害者先是闻到一股甜味，随后都出现了咳嗽、恶心、想吐、腿部麻痹等症状，但所幸没有人死亡或者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警方了解到的也就只有这些情况，也没有别的证据，因此警方始终还是保持怀疑的态度。在9月5日的晚上，终于出现了毒气怪的相关线索，这是发生在一个叫做比拉科德斯的家中。在当晚10点钟左右，他们返回到家中，刚进屋子没有几分钟，就注意到一块比手帕大一点的白布挂在了门廊上。比拉拿起白布，下意识的就闻了闻，但没想到吸入后就出现了奇怪的症状。他形容这种效果类似于电击一样的迅猛，他的脸很快就开始肿胀，嘴跟喉咙出现了灼烧的感觉，并开始反胃呕吐。与其他受害者一样，他还报告自己全身虚弱，腿部出现部分瘫痪。家人发现后立刻报警。比拉的症状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，到后来嘴巴都竟然开始流血了。当警方搜查房子后，他们发现了一个万能钥匙和散落在走廊上的一支空口红管。他们认为入侵者可能正试图闯入房屋，但失败了。显然他还意外掉落了一支口红和上面沾有毒气的白布，但是这支口红并不是比拉家的，难不成黑衣人的真实身份是个女性？警方对这块白布进行了一系列的化验分析，但这块白布上没有任何化学物质可以解释比拉的症状。然而毒气事件根本没有消停，就在同一天晚上，这次是在北13街的伦纳德·伯雷尔夫人的家中，她报告说看到一个陌生人闯入她的卧室窗户，试图给她喷射毒气。看来任何调查都没有威胁到这一案件，毒气事件仍在继续。马顿的居民陆续报告自己目击了黑衣毒气怪，对他的描述也基本一致，总是形容他是一个身材高大、瘦弱的人，穿着深色的衣服，戴着一顶黑帽子。案件越来越扑朔迷离，居民们的担忧情绪也在日益上升。随着更多的毒气事件发生，奇奇怪怪的线索也出现了，比如有人发现窗户下面有脚印，以及窗户玻璃上有类似于有人偷窥的痕迹。面对这些毫无头绪的神秘线索，警察们很是棘手，最终都惊动了 FBI， 派了2名特工前来调查此案。但是他们的到来并没有阻止这种奇怪的报道。截止到9月12日，
日，据统计，在12天的时间里面，有33人遭到了毒气的攻击。当地警察还收到了许多虚假报告，有的居民报告说闻到了煤气味，有的居民报告目击了所谓的黑衣人，谣言四起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。警察局长为了安抚居民的情绪，发表了声明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没有人偷偷溜到这个城镇，也没有人往房屋里放毒气，取而代之的是，夜间的风向导致当地的一家工厂的气体吹进了窗户，才有了奇怪的味道。此外，警方认为其中一些所谓的报告很有可能是集中精神错乱的结果。镇上的人们不断害怕他们的房屋会被毒气怪闯入。至于一些受害者报告说看到过黑衣人，警察认为可能是看热闹的人听到房子里面乱糟糟的，于是前来查看的。公众的集体恐慌加剧了本可以解释的事件。虽然很重要的一点是，那个时候当地的许多男人都在服兵役，家中留守的妇女更容易感到焦虑。然而，关于马顿毒气怪的事件，有许多居民不愿意相信警方的解释，认为他们查不到原因就想息事宁人。他们觉得一定是疯人院里的疯子跑出来了，又或者是他国间谍在测试某种有毒气体，马上就要大规模投放了。更科幻的是，一些超自然现象的作家争相报道了这个事件，认为这一切很有可能是外星人干的。然而，被怀疑的工厂也不愿意背黑锅，他们发表声明说自己的设施没有任何问题，早就通过了美国卫生部的安全认证。再者，如果能波及到小镇上，那么照理工厂里面的工人应该率先出现类似的症状。除此之外，为何这种气体且从未引发过任何问题呢？然而，就算警方下了定论，认为整个案件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错误，但毒气事件并没有受到威胁。9月13日发生了最后一起相关的事件，但也是最奇怪的一次。它发生在了伯奇夫人家中。她将入侵者描述成了一个女人，她穿着男人的衣服，向卧室的窗户喷了气体。第二天早晨，伯奇夫人在窗户下面的污垢当中发现了高跟鞋的足迹。从这天过后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毒气怪的消息了。时至今日，毒气怪的存在仍然是个谜，因为不管警方再怎么调查，要么就是没有充分的线索，也没有足够能够证明的确有这么一个毒气怪人的存在。说简单点，就是无中生有，根本没有的事情怎么查？所以这个马顿毒气事件一度被称为是都市传说，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愿意相信毒气怪人的存在。那么在现代人们的普遍认知当中，又是怎么解释的呢？有一种叫做集体歇斯底里，是解释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要理论。这是一种奇特的心理病症。集体癔症的发作与长期的紧张和孤独感有很大的关系，尤其是一个群体长时间生活在相同心理文化背景之下。有学者研究过集体歇斯底里案例的共同特征，其中一条就是都干涉于女性。马顿镇的毒气事件也一样。其实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记录过大量的集体歇斯底里的案例，因此这一解释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的。可能有小伙伴早就听说过，比如1518年7月发生在法国的舞蹈瘟疫。当时整个城镇的人都失控了，连续跳了好几天的舞。一旦开始，他们会发现无法停止，整整持续了大约2个月，又神秘的结束了。第一位跳舞的是名叫弗劳的女人，她独自走在街上乱舞，直到疲惫不堪。休息过后，她立刻又恢复了疯狂的舞蹈，即使受伤也不会停下脚步。1周内又有30多个人加入了乱舞的行列，整个城市都为之震惊，大家都害怕极了，觉得他们是被魔鬼诅咒了。为了挽救这些人，当局安排了礼堂，又请了音乐家为舞者伴奏，但这并没有起效，舞蹈人数反而迅速激增至400人。由于持续不断的舞蹈，一部分人都为此失去了性命。直到9月躁狂症结束的时候，才恢复了平静。美国医学史学家约翰沃勒认为，这种群体性的爆发是在极端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当时有一系列的饥荒、天花和梅毒等社会问题，人们对此充满恐惧。而且据说当地有一个说法，是一个关于圣维特的人，他是一个喜剧演员、舞者和癫痫病人的守护神。对于那些没有宣传圣维特的人，将受到诅咒，被迫跳舞。这种迷信引发了精神错乱，并且笼罩了整个城市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纵观整个毒气事件，虽然很唬人，但是其实有些人和事还是很离谱的。虽然事件也过去了好几十年了，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，它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面。但其实就算是到了现在，我们依然会陷入不少的群体性恐慌当中。每天在你打开互联网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在传播地球就要毁灭了，又有新的瘟疫了，或者人类只能活多久之类的话。这些喜欢博眼球的假新闻反而看的人更多，愿意相信的人也很多。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迷，没有得到求证就喜欢跟风传播，三人成虎，也逐渐让我们失去了分辨的能力。所以各位小伙伴，最要紧的还是要学会缓解焦虑恐慌的情绪。这可不是意味着要逃避现实，而是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它。至少我们这不都是2012的幸存者是吧？别的还能怎么样呢？好了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另外，镇长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断罪的吃天使、猫的庭院、立志做个基佬的景三、隐猎赤练、爱吃兔兔、洛洛森，就是3个读书学，狗 up 再不跟给爷爬。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跟鼓励，那我是正正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